这是我极少看到的惊奇一幕。张阿姨在挡土墙里发现了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，只见在如此厚实的墙壁里，竟然传出奇怪的叫声，却不知是何生物。大妈也是想破头皮，也不清楚这家伙到底是怎么跑进去的。从高空俯视角可以看出，围墙是环绕着山脉和公寓修建的，而这个混凝土墙是直接连到了山上，上面除了一些铁丝网，两边也就是成片的大树。可正当人们来到墙缘上，猛然发现一只流浪猫绝望地看着人们，随后竟不可思议地喵喵直叫。起初人们并不理解猫咪的真实意图，还以为它是前来索要食物。然而接下来的举动让人感到十分的困惑，它非常沮丧地朝着脚下喵喵了几声，随后神秘生物也一起跟着哀嚎了起来。人们不知是何缘故，由于双方语言不通，顺着它的方向，突然人们从排水渠里似乎听到声音的源头，大伙凭直觉认为事情并不简单。此时大猫的精神状态面临崩溃，还时不时用眼神直勾勾地望着前方，好像在求救。就在说话间，这位大妈突然跑过来告诉我们，早在10天前，她就发现排水井底下有一只落难的小猫。大猫因无法救出孩子，眼前的人类也是她唯一的希望。原来刚才心急如焚的猫妈妈眼含热泪，竟是在向人求救。让人奇怪的是，小猫不知为何会掉到这里，它开始不停用爪子想往上攀爬，但是光秃秃的墙壁上没有一点抓地力。但不管它怎么努力，却始终都无法逃出升天。难道是有不怀好意的人对小猫恶作剧吗？那它又是怎么吃东西的呢？由于小猫被困在了10米之高的井下，所以当猫妈妈看到小猫危在旦夕，愧疚的她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夜守护在孩子身边，也不得不感叹母爱真是伟大。同样是作为母亲，大妈感同身受，曾经影响过拯救这只可怜巴巴的小猫，却发现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当看到垂直陡峭的排水渠竟然高达10米左右，也只能放弃。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透过上面的孔洞给小猫投下食物。俗话说儿欲危险母担忧，一旁的母猫根本没有心思吃下任何东西，哪怕有好心人找来相关人员，也是无法将它救出，因为要对墙壁进行破坏，而上面的排水盖和混凝土又死死地牢固在了一起，而破坏它，墙体一定会出现裂缝，而排水渠上面的水管也不足以让人钻进去。救援工作一度陷入僵局，为了不让小猫感到孤单害怕，即便到了晚上，母猫也会寸步不离。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时一只凶狠的流浪猫正慢慢靠近，经过一番拳脚相交的战斗，最终流浪猫落败逃离。看到猫妈妈整天为了孩子以泪洗面，于是好心人又不得不请来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动物救援队前来帮忙。紧接着救援队通过分析说的也是挺吓人的，总之一句话就是小猫的处境那是相当的糟糕，最后还越说越吓人，什么当雨季暴雨倒灌后会淹没排水渠之类的话。不过有一点，当里面囤积的雨水过多，也会通过底下预留的管道排出，这也就意味着里面存在着另外一个排水口。救援队分析，如果小猫是从上面摔下来，势必就会掉到这里。既然救援队都这么说了，那么事不宜迟，赶紧进行救援吧。在掀开排水渠相邻的这个井盖，果不其然，很快就发现了它的身影。另外一边忧心忡忡的猫妈妈知道人们的好意，也在一旁翘首以盼。由于管道狭窄，紧接着机智的救援队决定在洞口放一个笼子，再利用美食为饵进行诱捕。很快饥肠辘辘的小猫闻着香味，小心翼翼地主动靠了过来。眼见时机成熟，随着笼门关闭，这只被困了10天的小猫终于营救成功了。它的身体状态看起来还不错，为了让它们母子团聚，开始把小猫放进一个更大的笼子里。小猫的叫声也很快吸引来了猫妈靠近，当看到孩子，这次它毫不犹豫钻了进去。猫妈母子终于在分开10天后得以团聚，他们窃窃私语，好像表达对亲人们的思念之情。而就在人们救出小猫的几分钟后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真是有惊无险，哪怕再迟上半小时，雨水一旦上涨，恐怕猫妈母子就要天人永隔了。当送他们到宠物医院进行一系列检查，兽医说小猫出生才2个月，虽然从10几米高跌落下，竟然发现它还很健康，也好在潮湿松软的泥土缓冲了大部分冲击力，这才没有造成肋骨或者骨
盆骨折的现象。兽医分析，小猫活下的关键还是在于猫妈妈日夜不停地和小猫聊天，鼓励它坚强地活下去。但更重要的是，离不开大妈的及时投喂。据大妈说，母猫一共产下4只小猫，其中3只神秘不见，只有这只独苗侥幸存活。而前几天在与其他流浪猫竞争领土的过程中，它竟无意间钻进管道，将小猫藏匿在里面。殊不知，里面竟然是无路可逃的万丈深渊。而这次的失而复得，让它比之前更加的珍惜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小猫也开始撒娇卖萌，感受来自母亲的宠爱。也正应验了那句话：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看到如此可爱的小猫，相遇即是缘分，大妈也当即决定收养它们一家。相信在猫妈妈的照顾下，小猫一定能健康成长。原来这位大叔在后院养了许多鸡鸭家禽，可最近家里却发生了诡异的事情，半夜总能听到后院传来家禽的惨叫声，并且第二天去查看时发现了被咬死的家禽。于是大叔开始守株待兔，想要抓住幕后凶手。果然这天清晨时分，又突然听到家禽的惨叫，他毫不犹豫迅速起身跑向后院，打开鸡舍，发现鸡鸭都非常的焦躁不安，似乎里面有着某种让他们害怕恐惧的东西。大叔猜测袭击家禽的凶手就在里面，不过他并没有轻举妄动，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搞清楚究竟是何种猛兽，担心贸然闯进去的话会遭到袭击。大叔只能站在门口小心谨慎地观察着，可他发现里面的家禽越来越焦躁，继续等下去的话，估计这些家禽都要保不住了。没想到大叔突然做出了个令人震撼的举动，他先是跑回前院搬来个无比结实的大铁门，迅速将鸡舍的木门打开替换成铁门，随后竟不顾自身的安危闯了进去，冒着危险想要强行将里面的家禽转移出来。不得不说，这位大叔实在是太勇敢了，真不怕里面会是某种豺狼虎豹会突然咬他一口。好在最后有惊无险将所有家禽都抱了出来。此刻大叔也终于有时间去探查凶手的模样，由于屋内视线受阻，只能拿着手机向里面照去。只见一只黄色立耳的动物出现在镜头中，原来罪魁祸首竟是一只漂亮的小狐狸。不过大叔并没有因为是只狐狸就贸然出击，要知道野生狐狸的攻击性也是十分强悍的。于是大叔谨慎地将木门替换成大铁门，之后又找来装满水的喷壶，不断朝着狐狸喷去。这也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，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狐狸失去抵抗，从而更安全更好地对它实施抓捕。小狐狸很快就变得萎靡起来，失去活力，接下来便要进到屋子里对狐狸实施抓捕。保险起见，还特意戴上了防护手套后，才拿着抄网小心翼翼走了进去。整个过程中都和狐狸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，避免这家伙会突然反扑咬伤自己。而此时的狐狸早已丧失了偷吃家禽的嚣张气焰，用可怜兮兮的眼神望着大叔一步步往外挪，似乎在说我知道错了，祈求人类放过他一次。然而大叔并没有因此而心软，瞅准时机一把用抄网精准套住了狐狸。俗话说兔子急了还会咬人，在危难关头狐狸爆发出了强烈的求生欲，他竟然用尽仅存的力气震开了网兜的束缚。然而再聪明的狐狸也斗不过狡猾的猎人，大叔早就预料到了这次的计划可能会失败，之后用提前制作的陷阱笼子堵住唯一的出入口，自己则悄悄躲在角落降低狐狸的警惕心。没想到自诩聪明的狐狸也有犯傻的时候，当他放眼望去没有发现人类的身影后，竟趁机朝着门口挪去，想要偷偷逃出升天。万万没想到狡猾的大叔就躲在他身后，并且用木棍对准狐狸的屁股轻轻一拍。就这样小狐狸被助力推行着关进了笼子。此时小狐狸一脸疑惑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看到狐狸被抓住后的大叔也终于长舒了口气，可接下来他又要如何处置这个偷吃家禽的罪魁祸首呢？只见大叔找来一块白色大布盖在铁笼的上方，随后将装着狐狸的大铁笼放进汽车后备箱。坐在汽车上的狐狸露出了迷茫的表情，想了会儿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，用可怜兮兮的小眼神望向大叔，临到最后一刻还在祈求人类能放过他。当看到大叔那无比坚毅的眼神后，最后认命般的蜷缩在铁笼里等待处置。他似乎也察觉到今天是难逃一劫了。之后大叔竟驱车来到20公里外的荒山野岭，他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和精力，难不成是要趁四下无人对狐狸下手吗？然而我们都错怪善良的大叔了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要伤害小狐狸的意思。只见大叔趁着小狐狸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从后面打开了笼门。原本已经认命的小狐狸发现门打开后，毫不犹豫选择撒丫子就跑。都说狐狸回头不是复仇就是报恩，大叔担心将它放生后会再次找上门，于是才不辞辛苦来到几十公里外的荒山野岭，这样这只狐狸以后应该就不会再去他家找麻烦了。但让大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几天后那只狐狸竟又出现在自家鸡舍。只见小狐狸一脸无辜地蜷缩在破衣服上，这是铁了心要盯着大叔一个人霍霍呀。所幸这家伙这次并没有做出伤害家禽的举动。大叔望着找上门的小狐狸有些哭笑不得，没想到当时特意送了那么远居然还能找回来。随后摇了摇头，既有些苦恼又觉得好笑。那么小狐狸再次找上门究竟是要复仇还是报恩呢？你觉得这次大叔又该如何去处置他呢？